今天我们来聊聊肾脏排毒的秘密武器。许多人担心过了40岁，肾脏会悄悄走下坡，有人甚至戏称这是肾脏开始报废的年纪。肾脏一旦出问题，毒素在体内累积，会引发疲劳、恶心、浮肿，严重时甚至需要靠洗肾来续命。目前慢性肾脏病在全世界呈现上升趋势，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台湾洗肾人口比例甚至居全球之冠，每10万人中约有300人需要规律透析治疗，可见一旦肾脏出了问题，影响极为严重。因此，预防肾损伤、延缓肾衰竭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养肾排毒，不少人乱吃补品，寄望神奇偏方能以毒攻毒。然而这些补品未必真有效，有时反而增加肾脏负担。其实真正的救星可能非常平凡，就是在日常饮食中做一点小改变，一杯每天都能喝的饮品。台湾一位肾脏科权威医师洪永祥最近公开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养肾秘方，就是在黑咖啡里加上1勺液体黄金。黑咖啡大家都喝过，可咖啡里加油，乍听之下仿佛黑暗料理。然而这杯看似古怪的饮品却有着惊人的多重功效，能让肾脏毒素排光光，抗发炎、通血管，还能让坏胆固醇直线下降。这液体黄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加进咖啡就能同时达到排毒、抗炎、护心的效果？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索这杯救命黑咖啡背后的科学原理。其实，咖啡与橄榄油在历史上都曾被赋予药用价值。数百年前，中东地区的医者就用咖啡作为提神醒脑和促进排尿的药引，认为它能帮助身体清除不洁之物。地中海沿岸的人们更是几千年来每日食用橄榄油，把它当作健康长寿的基石。古希腊诗人将橄榄油称作液体黄金，认为它能赋予人们力量与活力。古人或许不知道抗氧化分子这类科学概念，但凭借经验，他们已经发现了咖啡和橄榄油的神奇之处。现代科学正逐步证实这些古老智慧，并将这2种恩物结合出新的保健火花。回到现代，我们先从咖啡对肾脏的益处谈起。一直以来，许多人认为咖啡伤身，会升高血压、刺激心脏，又因为咖啡因利尿，喝多了恐怕脱水伤肾。特别是肾脏不好的病人，更常被建议少碰咖啡。但近年科学研究却有惊人的发现，适量饮用黑咖啡反而可能降低肾病风险。例如，在2022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至少喝1杯咖啡的人，发生急性肾损伤的几率比不喝咖啡的人低约1成。每天喝2到3杯的人，风险降幅更超过2成。研究团队推测，咖啡中的咖啡因和其他活性物质能改善肾脏血流灌注和氧气利用，让肾脏在承受压力时更耐受，不容易突然罢工。另外，也有大型统计发现，每天习惯喝1到2杯黑咖啡的人，罹患慢性肾脏病的比例显著低于不喝的人。由此可见，咖啡并非我们想象中的肾脏头号大敌，反而有潜在的保护作用。事实上，许多肾脏科医师近年也开始改变对咖啡的看法。过去担心咖啡含有钾离子，怕加重肾病患者高血钾风险，但实际上一杯240毫升的黑咖啡钾含量约150毫克，属于低钾饮品。对比之下，一根香蕉约含400毫克钾，只要不一次喝太多杯，黑咖啡并不会使血钾显著升高，反而是加了大量奶的拿铁或奶茶，因乳制品钾含量高，更需要留意。至于咖啡因可能让血压短暂升高，那也是发生在高剂量摄取或少数敏感者身上。整体而言，对大多数人来说，适量咖啡并不会显著提高慢性高血压风险。更值得注意的是，咖啡在预防糖尿病方面也表现出色。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预防糖尿病，就等于间接保护了肾脏。多项研究发现，长期每天喝咖啡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几率降低约2到3成。不论是咖啡中的抗氧化物减轻了胰岛素阻抗，还是咖啡因促进了新陈代谢，这都有助于降糖。橄榄油本身也能帮助稳定血糖，因为健康的油脂可以延缓食物中的糖分吸收，避免血糖飙升。橄榄油还能减少内脏脂肪，改善胰岛素敏感度。两者搭配起来，
对预防和控制糖尿病效果更佳。我们可以说，橄榄油黑咖啡从源头上对抗了导致肾病的一大风险因子，那就是糖尿病。接下来我们必须强调，以上说的好处指的是无糖无奶的纯黑咖啡，而不是加满奶精和糖的浓郁拿铁或3合1咖啡包。许多人喝咖啡喜欢加糖加奶，但这些额外的成分对肾脏不友善，大量糖分会造成血糖骤升，加重代谢负担。奶精和动物性奶油含有大量饱和脂肪，对心肾血管都是负担。牛奶和奶精中还富含磷和钾，肾功能不好的人本就需限制这2种矿物质的摄入。相较之下，纯黑咖啡没有这些额外负担，零糖、零脂肪，热量低，不含过多矿物质，自然更适合保护肾脏。那么黑咖啡已经这么好了，洪医师为何还要在里面加液体黄金呢？原来这位医师口中的液体黄金指的正是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把橄榄油加入咖啡，其实是为了让咖啡对健康的注意更上一层楼。我们都知道橄榄油是地中海饮食的灵魂食材，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健康的油脂之一。尤其是特级初榨橄榄油，没有经过高温精炼，保留了丰富的营养和抗氧化成分，例如大量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多酚和维生素 E 等。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每天适量摄取橄榄油有助于保护心血管，预防糖尿病和脂肪肝等慢性疾病。若能以生食方式摄取，也就是不经高温烹调直接食用，橄榄油的活性营养吸收率更高，作用更全面。橄榄油的好处这么多，洪医师便想到了把它与咖啡结合，让每天习惯喝咖啡的人能同时获得橄榄油的保健效果。他开始在门诊中推荐一些患者尝试橄榄油黑咖啡，结果发现这个搭配对需要维护血管健康、控制血糖以及减轻肾脏负担的慢性病患者确实产生了相辅相成的益处。许多患者把黑咖啡加橄榄油称作救命黑咖啡。一些长期血压、血糖偏高或者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反映，自从改喝这种咖啡后，精神变得更好了，手脚冰冷减轻，血压和血糖比较稳定。有位专家更是亲身实践了10年橄榄油咖啡，他的许多病患也跟着一起喝，长期下来大家的反应都很正面，用数年的实际经验验证了这个方法的有效性。洪医师曾分享一个案例，他的患者陈先生52岁，体重过重，而且罹患第2型糖尿病，肾脏功能检查指数略高，肾小球过滤率边缘偏低。陈先生平日爱喝奶茶，血糖控制不佳，又担心肾脏恶化。在洪医师建议下，他开始尝试每天早上改喝一杯橄榄油黑咖啡，并减少含糖饮料。半年后，陈先生的体重减轻了5公斤，腰围缩小，空腹血糖从170降到110左右，糖化血色素也下降了。他最开心的是肾脏功能维持稳定，没有恶化，血液检查的肾指数甚至略有改善。陈先生说，早上一杯热腾腾的橄榄油咖啡让他精神饱满，不再需要含糖饮料提神，整体生活品质都提升了。这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救命黑咖啡的潜力。那么橄榄油加进咖啡究竟如何产生上述这些神奇效果呢？让我们从科学层面来解析。首先，橄榄油改变了咖啡有效成分在体内的吸收速度和方式。一般来说，黑咖啡里的咖啡因、绿原酸等水溶性物质吸收得快，排得也快。我们喝完一杯咖啡，很快精神振奋，但几小时后效果减退，又想喝下一杯。水溶性的抗氧化物在血液中停留时间也不长，对器官组织的作用稍纵即逝。然而，当我们在咖啡里加入橄榄油，情况就不同了。橄榄油的细微脂肪颗粒会把那些水溶性成分包裹起来，形成无数微小的脂囊。这些被油脂包裹的成分在肠道中吸收较慢，相当于延长了释放时间。简单来说，橄榄油让咖啡变成了慢释放的升级版，咖啡因此作用得更持久，抗氧化物质在体内也能发挥更长效的作用。正因如此，许多人发现橄榄油咖啡的提神效果更强、更耐久。早上喝一杯，整个上午都觉得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不像过去喝黑咖啡提神稍纵即逝，除了提神持久，咖啡中的有益成分也更充分的发挥效力，抗氧化、抗发炎的效果随着延长的吸收时间而增强。我们可以说，橄榄油就像替咖啡打上了一个强力增益 buff， 将咖啡原有的好处全面放大。我们不妨跟着这杯橄榄油咖啡来一次身体内的环游。当你咕噜一口喝下去，温热的液体划过食道进入胃部，咖啡因开始被肠胃吸收进血液，在几分钟内抵达全身各处。它首先拜访肾脏，敲敲门，提醒肾脏该多排点尿咯。肾小管受到咖啡因的刺激，果然加快了脚步，把更多的水分含代谢废物一股脑送进膀胱。于是不久后你就有了尿意，肾脏像是开启了排毒的阀门，将体内多余的水和毒素冲刷出去。接着咖啡里的抗氧化多酚和橄榄油里的奥勒冈醇搭档，一起巡航，到处搜寻体内的发炎点。一处关节的慢性发炎被他们发现了，橄榄油多酚立刻发挥作用，像消防员一样扑灭局部的炎症火苗。同时，咖啡因提高了血液循环速度，让抗炎物质能更快抵达各个角落。然后，血液把咖啡和橄榄油的成分带到了你的心脏和血管里。橄榄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开始在肝脏发挥功效，帮助清理掉一些坏胆固醇。血管内壁上原本附着的一些胆固醇斑块慢慢被稳定甚至变小，血液变得更通畅，心脏跳动的也更有力。咖啡因轻微放松了外周血管的肌肉，让小血管扩张，手脚冰冷的情况减轻了，连脸色看起来都红润了一些。在这趟体内之旅的尾声，咖啡的魔力和橄榄油的滋养让全身细胞都干劲十足，你的大脑得到了提神的效果，思绪清晰，肝脏和肾脏轻松地完成了一次排毒任务，血管变得更柔韧干净，连肠道里残留的宿便也因橄榄油的润滑作用而顺利排出。这就是一杯橄榄油黑咖啡在你体内完成的工作巡礼。短短几百毫升的饮品却调动了多个器官系统共同受益。想象一下，每天早上给身体这样一次良性运转的启动，长期下来健康会有多大的改善。综上所述，橄榄油黑咖啡具体带来以下几大健康功效。首先，加强排毒利尿。黑咖啡本身的利尿作用配合橄榄油温和润肠的效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更顺畅。咖啡因会刺激肾脏增加尿液生成，等于给肾脏多一次冲洗的机会，把更多废物更快排出。许多人喝完橄榄油咖啡后很快就上厕所，小便量比平时多，这正是肾脏在将多余水分和毒素冲刷出体外。同时，橄榄油能润滑肠道，促进排便，把肠道里累积的代谢废物一起带走。尿液和粪便是人体主要的排毒管道，橄榄油黑咖啡等于同时从肾脏和肠道双管齐下，加强了全身的排毒效果。长期下来还有助于预防肾结石，因为频繁的排尿避免了矿物质在肾脏内沉积结晶。其次，强力抗发炎。慢性发炎被认为是许多慢性疾病的根源，包括肾脏病在内。黑咖啡含有的多酚和抗氧化物质能降低发炎指数，而橄榄油更是天然的消炎高手。橄榄油里有一种名为奥勒冈醇的多酚作用，类似于小剂量的布洛芬，可以抑制体内的炎症通路。喝下一杯橄榄油黑咖啡，就等于给身体输送了一批抗氧化、抗发炎的消防队，帮助对抗体内的慢性发炎反应。不管是关节发炎、血管发炎，还是肾小球发炎，都能从中得到缓解。不少人笑称，这杯咖啡就像体内的小护理师，每天帮你巡回灭火，降低发炎对器官的伤害。再者，畅通血管，改善循环，橄榄油富含的优质油脂可以保护心血管，这是众所皆知的。它能降低坏胆固醇，增加好胆固醇，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长期食用橄榄油的人，血管弹性更好，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也较低。黑咖啡本身对心血管亦有益处。研究发现，适量饮用咖啡与较低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咖啡中的抗氧化因子能防止坏胆固醇的氧化，减缓动脉斑块形成。咖啡因适度摄入则可促进末梢血管扩张。当橄榄油遇上咖啡，一个降脂，一个促循环，
两者合力等于给血管安装了一套倾倒加速器，血液流动顺畅了，肾脏等器官得到充足血液供应，功能自然维持得更好。最后，显著降低坏胆固醇，守护心肾健康。橄榄油在降低坏胆固醇方面的威力有目共睹。富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能有效减少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含量，同时略微提高好胆固醇。许多研究证实，拿橄榄油取代日常饮食中的饱和脂肪，比如奶油、猪油，只需几个月就能让坏胆固醇的指标直线下降。有人长期每天摄取2汤匙橄榄油，坏胆固醇甚至降了2成以上。当坏胆固醇降下来，动脉硬化的速度就放缓，不仅保护心脏，也间接减轻肾脏的负担。要知道，肾脏内布满细小的血管网，最怕的就是胆固醇阻塞导致供血不足，时间一长，肾单位就会坏死。喝橄榄油、黑咖啡其实是在替血管倾倒，清除那些威胁肾脏健康的不速之客。此外，橄榄油、黑咖啡本身不含胆固醇，也没有任何反式脂肪，远比加入奶油、鲜奶的花式咖啡来得健康，这也是它能帮助降胆固醇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喝橄榄油、黑咖啡后，发现体重也开始下降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黑咖啡本身可以促进代谢，稍微增加卡路里消耗。橄榄油则富含优质脂肪，容易产生饱足感。早上一杯橄榄油咖啡下肚，常常直到中午都不太饿，避免了上午加餐高热量零食的诱惑，长期如此，自然有助于减重。对于过重的人而言，减轻体重本身就能大大减轻肾脏的压力。肥胖会导致肾小球过度滤过，加速肾功能恶化。瘦下来则能让肾脏的工作负荷降低。所以说，橄榄油咖啡间接透过帮助减重，也进一步保护了肾脏。顺带一提，咖啡和橄榄油的组合还一同守护着我们的肝脏。研究显示，经常喝咖啡的人罹患肝硬化与肝癌的风险明显降低，而橄榄油则能防止肝脏堆积过多脂肪，预防脂肪肝。也就是说，橄榄油黑咖啡同时在帮我们的身体打点2大解毒器官，也就是肝脏和肾脏，让他们轻松一点，减少罢工的机会。可能有人会担心，咖啡加橄榄油喝起来味道会不会很怪？事实上，只要充分乳化混合，橄榄油黑咖啡的口感出乎意料的顺滑，表面会浮着一层细致金黄的油脂泡沫，喝起来带有淡淡的坚果香气和橄榄果的清香，与咖啡浓郁醇苦的香味相互辉映。许多第一次尝试的人都表示，味道比想象中更好，而且喝完满嘴留香，嘴唇和牙龈都仿佛被油脂润泽了一遍。相比之下，加奶的咖啡有乳制品的厚重感，而加橄榄油则多了一种清爽滑顺的独特风味。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了解了黑咖啡加橄榄油的厉害之处，但要真正受益，还需要掌握正确的冲调方法和饮用时机。洪医师分享了几种制作橄榄油黑咖啡的简易技巧，我们在家只要有咖啡和橄榄油，就能依照下面的方法自己动手。第一种方法是使用迷你电动奶泡机来搅拌混合，具体做法如下：先将240毫升热黑咖啡倒入杯中，加入约1汤匙10至15毫升的特级初榨橄榄油，接着用电动奶泡棒高速搅打10至20秒，直到肉眼看不见油和咖啡分离，表面还出现一层细致的乳泡即可。这种方式最简单、快速，乳化效果好，口感也最滑顺，因此最为推荐。第二种方法是使用果汁机或食物调理机，将热咖啡和橄榄油一同倒入果汁机中，盖好盖子后高速搅打约10秒，搅拌完成后倒出，咖啡表面会出现如拿铁般绵密的奶泡，风味融合良好。这种方式做出的橄榄油咖啡口感最佳。不过要注意，热咖啡在密闭果汁机中搅打会产生压力，务必预留通气孔或用布盖着，以防溅出。操作时也要小心安全。第三种方法是使用密封的保温杯手动摇晃，挑选一个耐热且可以密封的杯子，将热咖啡和橄榄油倒入其中，盖紧后用力摇晃20至30秒，使两者充分混合乳化。摇匀后即可倒出饮用，或者直接带出门外喝。这种方式携带方便，
适合早晨赶时间时现做现饮。不过手动乳化的细致度稍差，放置一段时间后，油脂可能会重新分离，所以饮用前记得再摇一摇，让它恢复均匀。不论用哪种方法，洪医师提醒一定要使用热咖啡来调配橄榄油咖啡，千万不要拿冰咖啡来混合，因为低温会让橄榄油凝结成小颗粒，口感差且容易刺激肠胃。许多人如果用冰咖啡加橄榄油，喝完会有想跑厕所的情况，就是因为冰凉的油脂刺激肠道导致腹泻。相反地，热咖啡能让橄榄油完全保持液态并充分乳化，不仅口感更好，也比较不会引起肠胃不适。此外，并非人人都适合橄榄油黑咖啡。如果你对咖啡因非常敏感，喝咖啡容易心悸、失眠，或者本身有严重肠燥症，一喝咖啡就拉肚子，那么橄榄油黑咖啡可能不适合你。对咖啡或橄榄油有过敏反应的人，当然也要避开。还有一类需要注意的是，切除过胆囊的人，这类人因无法储存胆汁来帮助消化脂肪，一次摄入较多油脂可能引发腹痛或腹泻。洪医师建议，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尝试橄榄油咖啡，应该从小量开始，例如先用半杯咖啡加半汤匙橄榄油试饮，确认没有不适，再逐渐增加到一整杯的量。如果你因咖啡因无法饮用普通咖啡，也可以尝试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咖啡搭配橄榄油。少了咖啡因，橄榄油咖啡的某些作用，如促进血液循环，可能会减弱一些，但抗氧化、抗发炎等益处仍然存在。而且没有了咖啡因，你就不用担心心悸或失眠的问题。当然，低因咖啡也要选择纯黑咖啡，不要加糖加奶，才能确保最大健康效益。有人或许想到，既然橄榄油有效，那用椰子油、奶油等其他油行不行？其实效果差很大。比如近年流行的防弹咖啡，就是在咖啡中加入奶油或椰子油，虽然也能提供能量和饱足感，但奶油和椰子油富含大量饱和脂肪，长期摄取可能提高坏胆固醇，对心血管不利。相比之下，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是健康油脂的典范，不会提高坏胆固醇，反而有助降低。再加上橄榄油含有其他油没有的多酚抗氧化物，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强调，救命黑咖啡里加入的油一定得是橄榄油，最好选用特级初榨橄榄油，其他油品无法取代它的健康功效。那么橄榄油黑咖啡什么时候喝最好？一日应该喝多少呢？洪医师建议在早餐后饮用最为适宜，有些人也干脆将它当成早餐的一部分，用橄榄油咖啡取代传统早餐。一般而言，每天1到2杯橄榄油黑咖啡就足够了，不需要过量，每杯咖啡大约240毫升，配橄榄油10至15毫升即可。若平常有喝咖啡习惯的人，可以将其中1杯改为橄榄油咖啡，切记不要贪心猛灌10杯咖啡，过量的咖啡因反而可能引起心悸、血压升高、失眠等副作用。1到2杯是安全又有效的范围，足以提供上述的健康效益。饭后饮用也避免空腹喝咖啡可能对胃的不适。如果有胃食道逆流或溃疡的人，则建议在医师同意下才能尝试。总而言之，这杯看似奇特的橄榄油黑咖啡，融合了咖啡和橄榄的双重优势，对肾脏以及整体健康都有着多方面的注意。从肾脏排毒、抗发炎到保护血管、降低坏胆固醇，每一口都在默默为身体做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靠喝咖啡就能高枕无忧。健康的生活方式仍包括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和定期检查。但将每天的咖啡升级为橄榄油黑咖啡，无疑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养生小改变。试想，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咖啡豆，结合地中海阳光孕育的橄榄油，两种古老食材在杯中交汇，为现代人的健康奉上一份厚礼。也许多年后，你的肾脏会感谢现在努力呵护它的你。明天早上，不妨也为自己冲一杯救命黑咖啡，让这份黑金组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